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圣某人，欢迎来到本期精灵党4期。相信大家已经看见了前面的片段，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面前的迅雷玩客云。我们将本期视频分为3个部分：为什么要改、怎么改，以及优缺点总结。时间我也会贴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根据需求空降。首先是为什么要改？其实我并不用电视盒子，真正用的是家里的老人家。在几年前，因为价格低廉的网络电视的普及，原先家里一直在用的有着高昂费用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也被淘汰了。后来我一直使用的是我以前校园网套餐类送的电视盒子，但随着毕业之后，那个号码不再使用了，电视盒子也变成了板砖。然后爬帖子、看教程折腾过一次，拆机刷了个系统，但是也只坚持了1年，内存就彻底吃满了。原先计划是一步到位选购一部 Apple TV 4，但是又一次考虑到老人家并不会折腾。并且 Apple TV 对于使用时的网络环境还有一定的要求，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。小米电视盒子则因为广告太多，最好还是需要刷机处理。既然都需要刷机了，为何不直接整一个便宜耐用的呢？不知道为什么飞讯 N1 在小黄鱼上搜不到了，看了一下其他型号的价格也是贵的离谱。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玩客云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玩客币挖不了了，老母鸡不下蛋了，在小黄鱼上也只需要39元即可搞到一个成色不错的二手。很碰巧，我这里直接有一个全新未开封的，所以我只需要去某宝或者拼多多上淘一个 2.4G 遥控器即可。全新的玩客云除了产品主体，还含带了电源适配器、快速入门指南以及一根扁平化的网线。其次就是怎么改。玩客云改电视盒子、改 NAS 之类的，在 B 站上都有一大把教学。我简单的爬了一下帖子，改电视盒子的教学其实千篇一律。我们也是使用了一个我念不出名字的大佬提供的刷机包和教程。毕竟比起自己摸索，还是现成的香啊。操作步骤也很简单，首先是准备工作，电脑1台，玩客云1台，电吹风和刀片，还有一根 USB 数据线。在教程中，他们使用的是 USB 公对公，但是我实测，只要你的主板有 Type-C 接口，并且支持数据传输，那么一根 USB to Type-C 的数据线也是可以的。这进一步的降低了操作成本。电吹风和翘片有没有都可以，看你的需求。我是想更完美的拆下背板，如果你不在意这些细节，完全可以拿个东西直接撬。首先下载视频下方的刷机包，并且安装其中的 USB Toro 刷机工具。在左上角文件中导入刷机包，软件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拆机了。文拆，使用电吹风充分加热背板胶，然后从 SD 卡接口处撬开。注意，这次拆的是塑料的挡板，在上面很薄的一层，不要像我这个 MP 一样啊，敲了半天的金属部分，还在想这胶怎么这么久还没化。撬开一个小缝隙，刀片插进去就可以慢慢的刮开了。在刮的时候要小心刮到手啊！如果你耐心充足，那么背板的卖相会很好；如果你没有耐心或者直接收来的成色就很差，也可以直接误拆。使用刀片直接插入塑料挡板和金属背板的缝隙，打开一个小缝，即可使用1字螺丝刀大力出奇迹，区背板，拧开螺丝取下背板，即可直接抽出主板。如果主板抽不出来，可能是因为卡扣太紧。建议抓住 SD 卡槽，大力出奇迹。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 SD 卡槽？因为目前来讲它最多余。玩客云的主板一共分为2种版本，
分别对应不同的短接点位。通过 SD 卡槽位的字样可以判断出主板的版本。SD 卡槽带有 1.3 字样，则是新版本主板，短接点无图；如果不带，则是老版本主板，短接点无图。没错，这就是 SD 卡槽的唯一一个作用。可以判断出我这款是新版，所以说需要短接如图上的帧数。将 USB 线材一头连接至电脑，一头连接至靠近 HDMI 的 USB 接口。注意，这个时候电源先不要连接完科云，等待连接完 USB， 在软件上点击开始，找到需要短接的针脚位，然后连接电源线，等待刷机软件出现1%即可松开短接，继续等待进度条跑满，拔掉线材断电，连接 HDMI 开机测试。如果出现英菲克的字样，则代表刷机成功，连接上网线和键盘或者 2.4G 遥控器，即可进入市场安装应用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我这款刷机包中的桌面系统为沙发桌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为当被桌面或者其他桌面 UI， 需要提供开发者权限。我的这个在刷机完之后只能使用一个 USB 接口，所以并不能使用 U 盘安装应用，但是可以通过下载浏览器、访问网页、下载 APK 安装。调试完毕后，把它放回外壳中，至此你就获得了一个质感超强的、价格超便宜的电视盒子。最后就是优缺点总结了。首先，它并不带 WiFi 和蓝牙功能。如果需要连接 WiFi 和蓝牙，我推荐你购买 USB 网卡。虽然它会占用唯一一个 USB 接口，优点是可以抛去网线，并且可以使用蓝牙遥控器，换台操作什么的都不需要刻意去对准接收端了。缺点就是成本直线上升，并且操作比较折腾人，适合预算充足的玩家。想要买回来用用就行的 2.4G 遥控器其实就够啦。并且在主板上其实有预留红外接口的焊点，如果你动手能力强，可以买一个红外遥控器焊上去。需要使用电吹风推掉正面挡板，在金属外壳的对应位置上钻个洞，然后贴回挡板，即可正常使用红外遥控器。整体使用体验和 2.4G 相差不大。最后，由于玩客云不带音频输出，声音全靠 HDMI 和显示设备自带的扬声器。如果是老电视 VGA 接口，就需要购买转接头了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本体40块钱，加一个 2.4G 遥控器15块钱，只需要55块钱即可让老人家畅享电视直播。磨砂铝合金材质的外观，使得其质感完全可以赶上，甚至超越了100元价位的电视盒子。好的，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期视频应该可以算作是一个高质量的教程，也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吧。下期视频为大家带来 ROG M13H， 没错 M13H。这里是圣魔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想了好多光年就用泪和心，一年邂逅的情节是我写下的伏笔。你的笑颜那么清晰，如果说故事的结尾是你，过程危险没